Young man. 哎呀，哎呀，费先生。Nobody dares to criticize me. 他 Using 说 a 没有人 Spanish 这样批评他， proverb. 说他是西班牙的穷人， Who do you think you 他很不 are? 高兴。没有，完全谈不上批评 That's not 啊， criticism, 其实就是一个 It's 一个 just 建议啊。 a piece of suggestion。 Why do you need to say these things to me? 他请您收下来意。这个我们打开天窗讲亮话啊，杨氏这个货确实是比我们家要便宜一些，但是呢，我们两家是之前讲好的，对吧？那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提前3天这个货全部到港了，那现在一直滞留在港口，结果您现在跟我们讲说这也不合适，那也不达标，所以我们家现在确实很被动啊。那我又听说您现在一直在跟杨氏在进行一个私下的一个接触，所以你说这个话是吧？这个怎么讲呢？你说这个 Please explain it clearly. Well, in Spain we have a proverb: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他说西班牙还有句谚语，就钱能使狗跳舞。费先生， Mr. Fernando, 价格方面， about the price, 我们也可以再谈。 we can continue. 说杨氏给到您的让利， The benefit 我们也可以考虑。 young 你看这样好不 we 好？ also can consider it.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Well, Mr. Chen, I'm impressed by your dedication to your job. Unfortunately, we just signed a 他说他很 contract 欣赏您的直 with 说 the Young 但是不 Group. 幸的是，他已经和 Their 杨氏集 goods 团 have 签订了协 already 议， arrived at 而 the 且 port. 他们的货已经在港口了。你赶紧跟他讲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为了他的这个订单，我们费尽了多大的一个周折，我们担负了多大的损失，因为整个这个产业升级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您也知道的，对吧？我们现在国内几十家的工厂在等着我们开工，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我们是讲好的，所以您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呢？ Please consider it carefully. Well, my sincere condolences.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if you want to cancel the contract, well, I can pay you $50,000. Take it or leave it. 他说按照协议，可以公平地付给我们5万美元的违约金。我们现在这个货，1天的滞港费就是5万欧啊！赶紧给我想想办法。陈总，费尔南德违约了，我们去告他。人家等着我们去告呢。我们这个协议是有问题的，有漏洞的，你知道吗？去联系那个香港律师，看看我们这个协议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击这件事情啊。另外，把货物清单发到法国，发到意大利，去联系那边的销售商，好吧？快！喂。我的车已经到你们酒店门口了，我知道你睡不着，我们的酒店离得很近，我们见一见吧。This way, please. 门开着。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两个能在这种场合见面，而且是异国他乡。羊肠呢？啊！你没变。是吧？你倒是变化不少，比以前更漂亮。我在这个地库啊，我就看见你跟这个老费，费尔南德啊，我差一点就没认出来。一个天天活在勾心斗角里的女人，青春老去，年华不在，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说的那么哀怨，其实我听说你活的还是蛮惬意的。一个哀怨的单身女人，难道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你还没结婚啊？我结婚了。你刚才不是讲单身吗？我跟杨氏结婚了。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唯一的爱人就是杨氏。明白，就跟我说把自己嫁给玉珠是一个道理。是这样啊，这个老费啊，他这次搞得我们很棘手。说我们这个货呢，其实已经是早就……陈江河呀，咱们两个10几年没见了，除了货的事情，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聊聊的吗？哟，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联络你。对，我收到过你的信息。10几年了就一条，还是庆祝我们杨氏20年庆典。哎呀，这当年的金珠、银珠、玉珠，现在都变成了玉珠集团了。陈江河呀，陈江河，我终于等到了你今天。我们好不好不用这个怨恨的一个心态来毁掉我们10几年之后重聚啊？不好啊！我哪有一点怨恨？我要感谢你，没有你，我不可能10几年如一日的把公司当成家。没有你，我也不会像疯了一样的飞来飞去，连公司的员工都在背后说我是女超人、老处女。没有你，我们杨氏也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强大。所以你就等着他强大，等着这一天来折磨我们。对的，我就是在等。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的家是给保姆住的，我讨厌回去。杨氏的顶层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我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用品。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吗？就是等到夜幕降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看着万家灯火，然后把自己灌醉。陈江河，我要你今天把全部都还给我。什么意思？留下来，陪我一夜。明天新闻会回到国内，
或者是你港口的集装箱回去，反正新闻和货总有一个回到骆玉珠那儿，你自己选。行，那你就先按你的方式处理吧。好吧，有问题再说。有事啊，大瓜？那个陆总，一时没好意思打扰你。那个陈总去欧洲前吧，找我聊过一次，说有机会就把我从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换下去，到基层锻炼锻炼。您看这，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巧姑呢也跟我讲过了，这样好不好？等江河回来，我们再议，好吧？那个陆总，这车上午刚做完保养，您就放心开啊。巧姑呢属于高龄产妇，多花一点心思在你老婆身上。好，明白。陆总，你慢走。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了，我帮你算一算吧。除了费尔南德，欧洲不会再有一家贸易公司敢接手你这么大一批货。况且我的货也是五金跟首饰，咱们两个的货高度重合。我也是为了这次马德里展销会来的。只要投向市场，你们的货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了。喂，陆总。陈总在哪儿？你们在他身边吗？我们不在他身边，陈总应该在房间，我们在外面办事呢。我知道了。怎么不接电话呀？据我所知，这些货可是你们这些年最畅销的款式，也是他的骄傲。这可是你们两口子打入欧洲的一张好牌。你在威胁我？随你怎么想，我任你选择。这些年我有好多次机会出手，但是我都忍住了。对，你都忍到这一点，一出手就弄死我吗？你们进军欧洲市场就是孤注一掷，这批货受阻，欧洲不会再有人相信你们。到时候你们受损的可不仅仅是这一批货。杨厂长，你这些年变化还真是蛮大的。再见。
我想也只有你能分得清哪个是真货，哪个是假货。更可怕的是，大前天我们推出的新品，72小时之后市场上就有了冒货，而且仿造的还非常的逼真，还有无金百货。我们的当家产品都有人造假。你赶紧让陈江河回来吧，别在那儿瞎折腾了，国内市场也乱套了。啊，对了，这是几家小厂联名给公司发的抗议书，说我们指标定得太高，他们完成不了。你看，叔，这些东西应该是直接交到我的手里的，怎么在您这儿？陈大光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敢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来叨扰您老人家。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按理说我不该管，我也知道你们有很多东西在瞒着我，但是我毕竟占着股份，也是当然要操这个心了。就说那个西班牙，我一开始就拦着你们不要轻易到欧洲闯去，那不是我们的地盘。可到现在半年多的折腾下来了，所有的厂都是怨声不断，几个集装箱送去了，到现在没有一点点的下落。叔是这样的，做公司呢哪里有不遇到麻烦的事，但是您老人家真的不必操那么多心，我跟江河是可以应付的。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其实您可以出去多旅旅游，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是好的。我是老了，不如你们了。现在嫌弃了，后悔了吧？等江河回来，我这撤股，你们两口子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叔，您慢点啊！小郭，把这3天卖场里边的监控给我调出来，好好查一查，看能不能看到同一个人，尤其是第1天的。陈总，香港的律师说，根据这条 FOB 条款，费尔南德仅需支付我们5万欧元的违约金，而且我们无权要求对方折价赔偿。参加展售会那些外商那个名单都联系了吗？哦，联系了，一个都没接，可能是听说费尔南德与杨氏联手的事情，怕接了我们的货不好卖。把起草这份协议的这个律师解约掉，马上解约掉。哦，对了，沈总，刚才骆总给您打电话问您在哪？你们两个先去休息。骆总，我们过去每天能够生产500件，现在为了达到出口欧洲的标准，每天只能生产200件。您看，这损失谁来给我们承担呀？这标准定的实在太高了，当初的产品又不是没人要，为什么不能恢复呢？是啊，骆总，这国内市场可永远没有饱和呀。你还是给我们些国内订单吧。喂，哎妈，明天参观厂子需要几个翻译啊？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怎么了？这事交给我吧。明天啊，我找几个同学，4个语系的吧，给带过去啊，省钱。也不把你的心思花在正事儿上面是吧？再说了，我这么重要的会，你的同学能行吗？
你别管了，放心吧。我先接一下你爸的电话。哎，先吃饭。喂。没事。你是一晚上都没睡吗？出了一点小问题。是你怎么也不问我昨天这一晚上都做了些什么？杨雪，他约了我，我们刚才见了面。这次跟老飞的贸易被他抢了。喂，你在听吗？说。骆总，这标准必须得降下来。啊，我们回去商量，走走走走走。说。杨雪是早有准备，这次阻击是有预谋的。整个为了这个事情，他等了好多年。也就是说，他现在出手是明确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再把价格降一下，争取一下费尔兰德。来不及了，他跟老费已经把所有协议都签订了，而且他的货已经到港。国内怎么样？没闹起来吧？我让人封锁了消息。没事儿，放心吧。整个为了欧洲出口，我们调整了大半年的这个产品的标准，资源整合也都做到位了。千想万想，什么都想到，唯独没想到说杀出了这么个人。而且我跟你讲，这个 FOB 标准我们没有研究透，我们是孤注一掷了。但是老魏，他只能用最低的一个代价违约，所以说其实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我们已经输了一半。你们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我已经把律师给辞掉了。我跟你讲，这一批货必须做成，否则我们后续的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影响到。喝酒了没？他穿的什么衣服啊？小朱，我在这儿跟几个老男人吃盒饭。你们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在酒店房间里，挺浪漫的呀。小朱，你不想听一听他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条件吗？你说那办公室主任吧，做了这么多年了，跑前跑后，忙前忙后的，还就那一点琐事儿，那周围的人都提上去了。哎，不是做贸易就是抓生产。你说那鸡毛哥是不是还是不信我呀？哎，这事儿还真不能怪鸡毛哥。你一出来就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多少人反对啊，全被他给扛着了。那是骆玉珠。这个女人生性多疑，她总是在提防着别人。没忘吧？当年就是他亲爸给他卖给人贩子的，谁都怀疑。对，你往前倒，往前倒。哎，对，姐，你看，这是我们新款首饰展示的第一天，你再往后倒一下。看到没有，这个戴眼镜的男的，他出现了3次，而且他每次都是在那款被造假的首饰面前停留。你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爸，那个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吧，骆玉珠让瞒着，谁都不让说。但是我想一想，您毕竟是公司的元老，还占着股份呢，所以你这啰嗦啥？你就说吧。那个，咱们公司啊，欧洲的那客户让杨氏集团给抢了，货呢都滞留在港口了。
真的。哎呦，爸，你别急呀，你看，就跟你说，你别着急，好吧？这半年的辛苦，真废了，全都废了。但这个消息还不能走漏出去，这个几个厂子的生产了半年，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他们知道了，还不全疯了？爸，放心吧，我都明白，我谁都不跟谁说，好吧？爸，你也别着急，你也别想了啊，先吃饭。这个骆玉柱，这怎么真是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陈总，摸清楚了，是杨氏集团的货。3天没有出货，是缺手续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海关抽检是已经完了，听说就差货物清单报备了。货物清单的报备是很简单的事情，能出什么问题啊？除非是走私，要不然就是杨雪自己不想放货。那些人在吵些什么？哦，是飞海南德的人在催货，杨氏集团就是不给。这个。你先出发，接一下外商的车队，我随后就到。哎，骆总，我爸来了，那我先去了啊。叔，来了。坐。还是给您泡点绿茶喝。不用。哎，坐。西班牙的事情你们怎么办？您知道了。这公司不光是你们的，也是我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还瞒着我？哎，没有瞒您的意思啊，我们就是担心您的身体。我跟江河商量了，本来想等这个问题解决完了再向您汇报。你们解决得了吗？国内贸易做得好好的，你们非要做欧洲的市场。当初我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你们听了吗？10几家厂子改变生产标准，产量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要不是10几年的交情，人家会这么帮我们吗？现在倒好，出了这么大一个事情，这个货都还砸在港口，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叔，江河正在想办法，我也在找其他渠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乱了军心，您老说呢？所以呀，我就想听你给我一个实底。你们这个有什么对策吗？实在不行，我的建议就是把货偷偷的运回来，外销，转内销。主要是我后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招商会，不然等我开完会回来，我们再坐下来好好商量，您看行吗？招商，这公司都要败了，什么事情有这个事情重要啊？我实在是没时间了，叔。骆玉竹，陆总，现在情况都知道了。我们的货让费尔南德拒收了，杨氏在后面搞的手脚，现在货物滞留在西班牙港口。骆玉珠，你这是干什么你？从你们进入玉珠集团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些年，
大家一起扛了不少事儿。现在暴风雨就要来了，不能指着船长一个人掌舵。该拉绳拉绳，该撑帆撑帆。我相信陈江河的智慧，我也希望你们能相信他。来，大家听我说，现在生产部做好跟客户的沟通工作，还有国内贸易部维持好我们的客户群，国际部全力以赴配合陈董打通渠道，听明白没有？明白了。好，大家各就各位。你好，请问一下，骆总现在在哪里啊？骆总让先送您回家，他今天有个重要的招商会，本来是要亲自来接您的。谢谢。骆总，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差翻译了。你找人给他们表演功夫茶，能拖多久拖多久。来吧。你到哪儿了？妈，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整个高速都堵得死死的。你甭跟我废话，王旭。我这么重要的招商会，要是因为你几个翻译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你听清了吗？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自来翻译呢？万一翻译被收买了呢？这招你们不是用过吗？实在不行啊，我可以帮忙，至少我懂西班牙语和英语。谢谢你来啊，但是那个屋子里头可以开一个联合国大会了，2个语种肯定是不够的。谢谢你。哎，小陈，是这样的，我之前管你要的那4个翻译，你能不能让他们马上给我赶过来？对，马上。爸，我回来了。哎呀，我的祖国们啊，就差翻译了，干嘛呢？是在里边呢，快！干嘛？我听司机说你在公司，我就直接过来了，想来看看你。幸好你过来了，帮了我的大忙了。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秋妍。球员。这样，等我对付完这帮老外，我们一起回家。回家再聊。你回来了？是啊，我回来了。他们是恋人吗？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没什么。你说呢？不像，至少没有热烈表达出来。
真没想到干爸干妈把企业做得这么大。虽然我也一直关注着，但是回来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我都没去接你。我本来也没有想让你接我呀，我就想突然站在你面前，吓你一跳。我们的货，你跟你的伙伴到底能消化多少？赖阳先生，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说你需要1天的时间思考，可是到现在你还没有表态。我们的货正在港口滞留，我希望你可以理解。骆总，稍等一下，不好意思。那些厂子都知道货物滞留广场的事了，几个厂长闹着要停工，都想见你。在哪儿呢？都在厂门口呢。怎么办呀，骆总？添乱了。想办法把他们弄到办公室去，千万不能让他们跟外商见面。好，那我先去了。爸，你没怎么变，还是老样子。我呢？你变得还挺多的，我刚才第一眼都没敢认你。是吗？那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呀？当然是变好了呀！你看你现在会那么多国家的语言，你都快成了万国博士了。你可千万别夸我，那是因为我比较爱旅游，一到放假的时候呢，都去我喜欢的国家。到了那儿总得学点语言吧，所以我会的呢只是皮毛而已。我都知道你用3年的时间就把全部的学分都拿下来了，而且还去旅游，什么事都没耽误。你那网上那些照片我都看见了。我每到一个地方，看到那里的景色那么美，就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因为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一个人去看的。那个，这学期不是特别忙，所以我就经常上网看一看。是吗？啊。莱昂先生，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的信任和诚意。对不起，我错不了。为什么？我所有的伙伴听完这个计划以后，都反过来劝我，在马德里市场谁跟费尔南德对着干，除非他们以后不再搞贸易。他这么可怕？他的触角伸到欧洲每一个市场，大展我各国之间的贸易资源，而且我们都有机会求到他。我不能因为你们这批货断了自己后路。理解。对不起。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只是有一点遗憾。我找来了一头温顺的狮子。哎，我跟你们说啊，再过不了几年，咱们全部都在网上做买卖，到时候足不出户，就在网上想买什么买什么。照你这么说，以后我们家产业干脆倒闭得了，人家都不去逛商店，从家动动鼠标，要我们干嘛？你这个当哥哥的，要鼓励弟弟有梦想嘛，对吧？哪怕是白日梦呢？那是白日做梦，这不是白日梦，都是真的。我说你这小脑袋瓜里装了多少东西啊？你弟弟啊，是在野外的货车里生出来的，全是尿不湿。妈，干爸说这就是天才降生。妈啊，别说了，妈妈说你是天才的呀。那是，可是天才跟尿不湿有什么关系啊？小鹿啊，一直都是天才，但是他也一直用尿不湿。你也天才。
你小子，你知不知道，网络现在1年的销售额是多少？你知道？我不需要知道啊。你上回买了一个球鞋，是不是？最后不还是退回去了？那号码不对啊。所以说嘛，你要是在店里买不合适，我马上再给你拿出个7、8双。那他网络做得到吗？那现在技术不够成熟啊。你可别说成熟的事儿。美国、欧洲成熟吧，也没像你说的那样。不信你问你小妍姐姐。排骨萝卜汤。哎呀，赵姨啊，我以后可能就见不到你了。这个，你要失业了，以后就没有保姆这个行业了。谁说的？这小子，我们以后想吃什么，从家里点点鼠标，人家就给送过来了。赵姐，逗你玩呢，孩子们胡说八道，你还当真呢？吓死我了！我想这种情况好像只有在那个什么科幻片里才有，是不是啊？赵爷爷，您别忙了，休息一下吧。不忙，你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啊！赵姐，这话不对啊！妍妍是我们家里人，可不是客人。对，是家里人一家人。哎，总听小旭念叨你，听都听成熟人了。今天全是我做的菜，多吃啊！我什么时候老经常提起他了？你看我又说错话了吧？我这个破嘴啊！我不说话了。你把嘴闭上吧啊！怎么说话呢？你跟赵姨道歉。吃饭嘛。赵姨，你别走。不用道歉，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啊！哥，你输了，向姐姐万岁！万什么岁啊？快上！小旭回来了，你的2个宝贝儿子争着在妍妍面前表现了，没跟你商量，把妍妍叫回来了。不会怪我吧？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可能还是早了点吧。有实力又信得过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你要是见到这个丫头，会很有惊喜的，气场蛮大的哦。看气场，你这是跟儿子做游戏做习惯了是吧？不过实话讲，我还真是蛮想知道这个大姑娘现在出落成什么样子。楚楚啊，你怎么也不问一问，说我跟杨雪谈的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我只要负责把国内维持好就行。好，那我继续跟她谈。不好意思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去给你的夫人汇报了吧？谈不上汇报，我们2口子蛮信任的，基本上我做什么决定不用讲，他都能猜得到。信任，那是你们2个还没有遇到过足以摧垮信任的事情，你们这才刚到哪儿啊？你这个话讲的好像是什么都经历过似的哈。你经历过公司元老级的人物背叛吗？经历过自己最好的朋友为了利益出卖你吗？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当着众人的面前咬牙切齿的骂你吗？我都经历过了。
妈，这次回来，怎么看你这么累啊？有吗？秋妍回来，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干什么？你还要盛装打扮一美人呢？妈，瞧你说的，你这，我知道你让秋妍回来干什么。妈，你该放手，让她来帮我，我来扛起家里这个担子。怎么扛啊？我可以抓生产，也可以搞销售啊。我去年寒假给学校那个情人节礼物那事儿，是不是干得特成功？那个不错，你爸也夸你有头脑、有眼光。你别看是谁儿子呢？没想到你遇了这么多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讲，不说女人吧，对于任何人来讲，可能这些东西都是挺不容易的。陈江河，你知道我有多少个夜里一个人特别无助的时候，想给你打一通电话吗？可是我都忍住了，我不能打，而且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眼泪。好了好了，你的不容易我都知道。哎呀，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越活心越软了。我劝你，还是说服骆玉珠赶紧把货交给我，不要做无用的抗争了。亚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你跟老费签的这份合同里面，老费除了希望你们降价之外，是不是他又给你强加了许许多多的霸王条款？那看来我猜对了。好，那我就继续往下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不高兴的话，你要不要考虑我的一个提案，甩开老费，我们两家一起联手打入欧洲？因为我们两个人斗来斗去没有意思的。哎，你赢了我输了，我赢了你输了，能怎么样呢？最后只能是我们自己受损失，但是老费是从中得利的。你愿意这样吗？你一定不愿意。那好，想想我的方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感染力还是那么的迷人，我差一点就上当了。这跟我感不感染力没有任何关系。想想你父亲的嘱咐，据我所知，你父亲专门嘱咐过你，你们杨氏不应该成为和我们斗来斗去的工具。陈江河，你小看我了。知道我爸当年是怎么警告我的吗？他说你陈江河将会成为我们杨氏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次的马德里展销会10年一遇，可惜了，放光彩的不是你们，是杨氏。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气色不太好啊？累的呗。你回来了，干妈的担子总算能卸掉一些了。可是我只是在一些小公司实习过，经验也不是很丰富，我怕会让你跟干妈失望。经验是可以累积的，我们要的是你这个人。您身边的人不是很多吗？人倒是不少。有的人呢，很聪明能干，
但是野心太大；有的呢很善良，但是又过于愚蠢。像妍妍这样，又善良又聪明又能干，还是自己家里人的啊，多难得呀！所以，干妈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回来帮我们。我们这个公司特别需要你，不光是公司，我们这个家也很需要你的。你看，就好比今天吧，我自己的儿子我是最清楚的。小旭的优点很多，但是呢，他有时候骨子里有点自卑，会很害羞。赵姐呢，是家里这么多年的阿姨了，说话有时候也没有分寸。你看你今天，把他俩都给制住了。没有啊，我觉得最聪明的人是干妈，慧眼识珠。哎呀，你说你夸，你这个话夸你自己呢，小丫头啊，你真是会说话。哎呀，干妈是看不够你啊！小时候就觉得你长得好看，长大了更好看。不是吧？大活人就在隔壁，你在这看照片？这怎么回事？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你不给我买个大容量的 U 盘，我明天就去告诉秋英姐姐。去，回去屋睡去。我睡不着，我一闭眼啊，全是秋英姐姐。快点，快回屋睡去。给我裤子，快点！哎，我问你几件事儿，你可一定要说实话。什么事儿？你是不是特别想秋英姐姐做你女朋友？啊？你不追，我可追啦！你小子，追！勒死我了！哎，说，他敢不敢来说了？我就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敢不敢来说了？我就说，那你死定了你！When we signed the contract, you promised me to deliver the goods. I transferred the money already 24 hours ago. Where is my stuff? We honor our commitment, and the containers are at the port. You have already saw that. It is because the inventory reports haven't been finished yet. All excuses. Although I'm not familia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ung and the YouTube group, I know you guys want to grab markets. That's why we decreased price. We are very sincere. But what about my stuff? Listen, lady, when you won't deliver the goods within 3 days, you violate the contract. 陈总，杨氏的集装箱还在港口。我们打听好了，他们加长了，只赶期限。你们两个晚上敢不敢进到港口里面，看一看杨氏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陈总，他们门口有守卫，我们怎么进去啊？一看你们从小就没有扒过火车吧？西班牙语这个检查怎么讲？类似皮克斯。好，有了这句，你们就可以进去了。
各位商户朋友们，为了更好的让我们义乌与世界接轨，今天我们请来了各位外国老师来教我们大家学外语。首先，今天学的是能不能便宜点。先请阿拉伯的老师教我们这句能不能便宜点。好。هل ممكن؟ هل ممكن؟ تخفيض السعر قليلا؟ تخفيض السعر قليلا؟ ممكن？这是谁的主意啊？这都是我爸出的主意，他让这里的商户啊，每天都学外语，来教的呢，就是在这进货的课上。我觉得咱们应该多教一些有倾向的东西，这是太实际了吧？那你觉得教什么好？哎，对了，这里面还没有教西班牙语的呢，你要不上去教一教？如果我教，你会学了吗？来教我们这句能不能再便宜点？对。下面我们欢迎这位勇敢的外国朋友教我们学外语。Creo que estoy enamorado de ti. Enamorado de ti. 他教的不是那句话。那他教的是什么？我可能已经喜欢上你了。Enamorado de ti. 再次感谢这位热情勇敢的外国朋友。下面我们请非洲老师教我们这句能不能再便宜点。下面我们有请韩国老师教我们这句能不能再便宜点。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啊？能不能再便宜点？都是人家问我爸爸的话，我们应该学自己说的话。那我们应该学什么呢？不能便宜，已经是最低价了。小丹，别乱说，小孩子还小，不懂事，乱说的。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小丹。你叫什么名字？好了，我们店铺里面还有事情要忙，你就先回吧。我叫秋妍。原来他就是蔡小丹啊，果然挺聪明。喂，来啊，我请你回趟家怎么样？什么？什么家？当然是西班牙。你跟我今天的航班，你不是想见见我先生吗？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在欧洲的销售网络。但是，放心，这次跟费尔兰德的生意你不用介入，我们要为以后布局。好吧。一会儿见。妈，让我露一手吧。妈，我是想您走了以后，把权力交给我，我替你和爸守着后院。没问题。姑啊，公司的业务现在这么闲吗？为什么我妈一走，这公司就变成这样了？一个个都散散摊摊的。我胡说什么了？我就是看不上他们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当年公司好的时候，一个个削尖的脑袋往上爬。现在怎么着？公司稍微有一点事儿，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算怎么回事呀？这不是很正常吗？贸易公司本来就是这种松散的结构。我今天早上就收到了3份辞职报告。这也挺正常的。你想啊，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资源，不是厂商就是客商。一旦发现公司情况不对，肯定就带着自己的资源跳槽了。
那就让他们走。郭，这样，您赶紧联系国内重要的客商，我这2天要请他们吃饭。什么？您不知道吗？我现在是公司代行总经理职务。各位厂长，听我说，骆总真的不在，我刚送他去机场。怎么可能呢？骆总昨天还陪外商参观厂子呢。让骆总出来跟我们说说后边的生产怎么办呢？原先说好的嘛，这销路一打开，利润就上去。现在倒好，货都卖不出去了。是啊，哎呀，大家都别急，听我说啊，昨天那些外商大家不都看见了是吗？他们就是分销我们货的。骆总他确实是去了西班牙，而且还带走了一个分销商，哎，对吧？对，我刚送他走。哎呀，大家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急也没有什么用啊。再说了，骆总跟陈董这么多年也没有欠过大家的，再难的时候不都坚持过来了吗？是吧？要我说，大伙儿还是回去等消息吧。可我们等不起呀，我们现在急呀。各位厂长，别着急了，听我的吧。从现在开始，大家恢复出口欧洲之前的生产标准。我们玉珠集团以后主打的也还是国内和东南亚市场。真的假的？这是陈总的意思吗？当然了。好了，各位厂长，晚饭我请了，咱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有时间的时候，爷爷您也教我踢毽子吧。哎呀，这回来就不回去了吧？哎，这是骆玉珠叫你回来的。等他们2个从欧洲回来以后，你就带着王旭去劝劝他们。这个玉珠集团这样走下去是越走越歪了。爷爷，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认为干爸做的没问题。国外确实现在很需要我们的商品，那也更需要我们主动出击，不能等他们来找我们呀。周岩，你在外面听说人家怎么评价我们衣服的？说我们是最著名的小商品市场。是啊，这个小商品，小字，这个小字就说明了一切。爷爷的意思是说，我们基本上被定性了，要在小快准上下文章，而不是盲目的去拓展高端的市场。1分钱饿死人，1毛钱撑死人，这是义乌挑货郎祖辈辈上传下来的。爷爷，现在都还适用呢，是吧？是的，这已有的市场已经足够我们几代人赚了，何必抛家舍业去冒险呢？这次也好，你爸爸妈妈吃了大亏，但是吃一堑长一智。爷爷，我明天要和几个客户去谈判，您教教我该怎么谈啊？哎，我教你啊！你今天在公司的表现我已经听说了，雷厉风行，干得漂亮。小试牛刀。来喝，坐。陈主任，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是按照以前那样交货？不是什么欧洲标准啊？哎，这又不是我一个人听见了，你们不都听见了吗？可是这话，毕竟不是陈将和骆玉珠亲口跟我们说的，我这心里啊，还是没有底儿。那王旭是他们的儿子，玉珠集团的邵掌柜发话了，你们还不信吗？哎，再说了，就算他是擅自做主啊，那我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啊。反正你们啊，回去赶快恢复生产啊。对，陈主任说的有道理。来，陈主任，再敬一杯。我不喝了啊，我去腾腾肚子。腾腾肚子，还腾肚子，来，哥几个。
呦，老王啊，我那批货，哎呦喂，放心吧，都给你准备好了。怎么了？又吐了？反应这么大吗？你又喝酒？我不得招待你几个厂长吗？你说我这办公室主任的活不就接来送往的，陪吃陪喝陪聊，就一3陪我。来，慢点慢点，坐下。哎呀，是，这些我都理解。但大光，以后这种场合咱尽量还是少去吧。啊？哎呀，你不懂。我怎么就不懂了？叶玉书姐也说过了，这种酒桌上的什么山盟海誓，都是没有用的，真的。哎呀，我不得培养我自己的资源吗？陈大光，千万别动什么歪心思啊你！人家玉书姐跟我哥对咱们可不薄的，这么多年，人家对我们可是……哎呀，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呀？知道？我知道啊，反正你孩子生了以后，你就什么都别干了，我养你啊。你笑什么呀？哎呦，你别逗了！哎，你是不知道现在养个小孩有多难吗？你养我，拿什么养我？就你的工资啊？那仨锅俩枣的，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喝西北风啊？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大光一定会让我过上好日子。陈总，快到了，您猜怎么着？集装箱里根本没什么首饰和物件。全是这个玩具熊。查杨氏集团的出款记录，以及最近他们发出的货轮开到哪儿？马上。是，陈总。你喜欢钓鱼吗？完全不喜欢。你别在意啊，我可以客随主便的。反正是当时跟你这个水手一起体验一下当水手什么滋味。哎呀，这种思维很难形容啊。你知道这边海域下有很多吗？我跟你妻子来的路上，她把你夸成了英雄啊！我也喜欢冒险，这一点咱俩很像。不过我经历过的风雨，常人根本想不到。
在远海里看不到陆地，就在你开始欣赏风景的时候，突然天变了，远处黑压压的一片，跟地狱一样，风大的能把你的帆吹走，而且海里一直露出鲨鱼的脊背。那时候你只想保命，你会祈祷，后悔不该冒这次险。你现在是不是也后悔了？天气这么好，有什么可后悔的？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我想把帆放下来，等船稳住了，再等着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去想去的地方。说的容易，可是你又没做过水手啊。谁规定说没有做过水手就一定要死在海上呢？来啊，是这样啊，杨氏呢在抢我们的生意，啊，但是实话讲，他们的准备没有我们这么充分，所以他们现在缺货了。缺货又怎么样啊？他的货可以运来啊。对，正在海上漂着呢，7天会到港。那天正好是马德里展销会开幕。你想抢鱼啊？我呀，来呀！来！这是你第一次钓鱼吗？是啊，记住，一定要抓住！这条鱼你觉得我们两个能拿上来吗？肯定！我抓不住了！谁拿起金枪？抓不住了！一定要这样吃啊！来呀！小心！放手吧，来呀！不行啊，这鱼是我的！放开！你干嘛？我救你啊！怎么救我的？那条鱼你打不上来，它差点是我的，差点是你的，它也不是你的。你的妻子说你是英雄，你什么都不是啊！干嘛？哎，怎么干嘛？我跟你说，这个又是我的，知道吗？松开！别碰我的船！别碰我，男人！来啊！在你们那儿，女人不能碰船，在我这儿，没人能碰我男人。动弹一下试试！我不仅碰你的船，我还哪儿硬往哪儿撞，你信不信？哎，好吧。差不多得了。你这个人啊，救你一命，你都不知道知恩图报的。来啊！如果按照过去的情况呢，你那些其他的水手兄弟们是不是就纷纷跳到水里帮你把这条鱼弄上来？那肯定得去啊。哦，其实我跟你讲，我也想去，但是我不会游泳啊。我不是怕死。如果我这辈子要是没有那个女人管着我的话，我也就跳下去了。但是我要真死了的话，那个女人太野了，也没人能管得了她。跟你开句玩笑，说真的，既然我们合作，大家都好好活着，在一起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多快乐！你很强，你很有冲劲，
就像你的名字狮子一样。但是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没有成大事？你有总结过自己的人生吗？你缺乏判断，缺乏理性，你缺在关键时候能把所有东西都扔下的这股狠劲。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随随便便扔给你一条鱼，你可能就被拖到水里。莱昂，你缺的这些，可能我有。那你缺什么呀？我呀，可能我就缺你这么一头狮子。你看，机会从来都不缺，只是可能有些是我们的，有些不是我们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吗？不好说，需要去看看。骆玉珠，我发现我的品味跟你接近了一点。今天口红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陈江河在订车票、安排行程，没有时间。我想着，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过来看看你。Hello, would you coffee? 我想喝茶，不要咖啡。咖啡？不要。你帮我解释一下吧。Tea, thank you. OK。杨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谢谢。心也越来越狠了。你这次是打算搞死我们吗？还是把陈江河叫来吧，我拒绝和你谈判。他真的在买车票、安排行程过不来，我可以代表他的。说真的，这批产品我们是花了大代价的，你们杨氏的5金首饰根本就比不了。费尔南德也是个老糊涂，就看着价格，盯着眼前这点利益，才会选你们。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长期合作呢？念着我们有些老交情，我劝你一句，费尔南德已经老了，他只能做传统的生意，你还真不能跟他有长期的合作。谢谢。骆玉珠啊，你说这都10年了，你怎么还越活越幼稚了呢？我以为你今天突然在我面前来，会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说实话，你有点让我失望了。我讲真的啊，不然你放我们一马，我们2家各出一半的货给费尔南德，就这一锤子买卖。你把我们的货全拿走，我们这个品牌就没有了。那你价格能不能高一点呢？成本价。你不怕我把货卖给别的分销商吗？如果能卖，陈江河早卖了。我还是跟你普及一下当地的知识吧。费尔南德是当地最大的经销商。谁会冒着把货砸在手里的风险跟他对抗？你说你大老远跑过来，是自取其辱的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特别诚恳地和你面对。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是朋友，不是对手。有钱大家一起赚，
不好吗？好啊，别人可以，你不行。那我就把我的货都发回去，出口转内销，玉珠集团扛得住。哎，等等，我刚才如果没听错的话，你好像说你们是要坐火车回去是吧？想什么呢？是横跨好几个国家的欧洲快车。江河说：“补我个蜜月。”没事，放心吧。行，那就这样啊。好的，好的，我先走了。好，好，再见。干嘛呀？叫陈大光上来。对你通知。干嘛？你怎么那么冲动啊？事情还没搞明白，万一冤枉了大光叔呢？不可能，我自己亲自跟的。这陈大光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现在把手伸到公司来了。你自己看看。不管这事是不是真的，你以后不能这么说话，那毕竟是长辈。这东西哪来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从去年就开始从厂里进散货，用最低的价格卖给外边的摊贩。就一个工厂，他还想几个厂？一个还不够吗？那老王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肯定把钱都加到公司的货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么轻易的就被你查出来的东西，跟妈会不知道吗？你是说我爸我妈都知道这事儿？你说呢？那他们装糊涂是为什么呢？小旭，不错呀，有气派。哼，秋妍，看我们家小旭，有没有一种那个王者的气派啊？大光叔，你真会说话。您坐。哎呀，我这办公室主任干嘛的呀？不就是起到一个枢纽润滑的作用吗？上对老板，下对员工，啊，外对客户，内对公司。只有我这个部门不停的转动，那才能维持各方的平衡嘛，对吧？大光叔高论啊，那你这个转动也会带来效益吧？哎，小旭，这话说的没错。你大光叔呢，虽然没做过贸易，抓过生产，但论给公司做的贡献，那别人比不了。你自己看看。他可是从去年就开始从公司弄货，往自己腰包里塞了啊！你不要说了，我跟你爸早就知道了。还真让秋妍说中了，你们还真知道，那可是妈。陈大光呢，坐了这么多年牢，你巧姑等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你爷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你爸实际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陈大光这会儿想多挣点钱也就正常了，只要他不太过分就行。这也是为了你小姑和你爷爷好。那我认为我爸这事做的不对。那要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哦，当然这件事情呢，我肯定不会告诉爷爷和小姑的。然后我再惩罚陈大光，我先让他把公司的货全都吐出来，再然后把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给他撤了，给他安排一个做贸易提成的机会。那以后能不能挣到钱，看他自己本事吧。你现在是戴总经理，
你做决定吧。嗯。但是各厂的标准要恢复到欧洲标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是你爸的意思。我已经让你小姑到各厂去调整任务。哎妈，可是我。 货都出港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就是看看怎么把你这个蜜月啊，给策划的完美一点。哎呀，你挨呀什么挨呀？很不情愿的样子啊！你欠我的陈江河，刚刚给你的衬衣。 给我你！ Yeah, clear. Are you sure this is correct? Okay, then do it. Yeah. The Yuju goods just left the port. I overestimated Luo Yuzhu. I thought she might just be selfish.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come back to China. What about the goods you promised me?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are on the sea. Mr. Frednet, I should tell you something. I promise that on the day of the conference, everything will be in place. Woman! Terrible woman. I knew that your containers were filled with teddy bears. I better cooperate with Jiang Jianghe. You won't. You're a businessman. My price is competitive. Yeah. But you really think that Jiang Jianghe will accept his failure? Who is that person? Well, he's an ambitious fisherman and currently a rising star in the circle of trade. According to my reliable sources, he flew to here together with Luo Yuzhu. Señor Fernando. Yeah. Hay un hombre llamado León que desea conocerlo. Okay. Well, let him come in. Esteemed Mr. Fernando. Esteemed Mr. Fernando. Yeah.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No need for that. I know who you are. There is a Chinese person that wants to cooperate with me. Oh, yeah? But I noticed it would take a little bit of your market. Trade is free, young man. That's the sacred tradition in Spain. Esteemed Mr. Fernando, this person took me fishing, and now I would like to offer this big fish to you as a token of my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your forgiveness, and I would also like a small portion of your market share that you wouldn't even mind. Well, be my guest. Well. 我妈赞同我的做法，我做的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把处理结果告诉大光叔啊？干妈是没看到你当时那眼神儿，那简直是在嘲笑大光叔。人家毕竟是长辈，你现在又不理人家，把人家晾在那儿，再这么下去，他非崩溃不可。哎，你好宠我现在做的就是让他受折磨。你看着吧，我告诉你，这种人你不这么做，他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你看着吧，他早晚会感激我的。爷爷和巧姑都不知道这事儿吧？我给他换了体面的工作，又能光明正大的挣钱，哪儿不好了？不是不好，是再这么拖下去的话，他就不会感激你了。你跟你爸最大的差距就在这儿。怎么就差距了？我就知道，你
们认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现在生产也恢复欧洲标准了，我妈甚至都懒得告诉我这个结果，我就知道戴总经理是虚的。我先接个电话。对不起，我打扰一下。来，你回来。这个汤不要了啊，给我换个小菜。这牛排不要，你给我换成那个套餐里的鱼。哎，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特价套餐了？啊，是的，先生。你这个套餐里饮料是不是也是免费的？哦，那个仅限于冰红茶，可是您点的是柠檬茶。换冰红茶。下单。他妈的电话。我妈的电话。嗯。干嘛？他让我帮他写欧洲各国的游记，然后配上照片发到博客上去。写游记干嘛？他们两个要补冠蜜月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总经理还要再多做一段时间。他两个人度蜜月去了？不会吧？这得花多少钱啊？你眼睛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啊？我。人已经都到期了，他们正在看订单。莱昂，你这些朋友都值得信任吗？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有人向老费告密？不会，水手是有忠诚度最高的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合理分配，不要轻易相信谁的忠诚。我已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他们了，还能怎么样？喝一杯。大光，这干什么呀你？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两天怎么了？把腿放下来！干嘛呀？那王旭没找我吧？找你啦！找不到你就找到我这儿来了。哎，你就别管我了。我还不如死了呢！死你个头啊死！人家王旭把你争取到了国际部。你说什么？你不是一直想从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调走吗？不是一直想做大买卖挣大钱吗？王旭给你做主了。他没说别的，还说什么别的呀？还要说什么别的呀？你坐这干嘛呀？赶紧走啊！跟人家说声谢谢去，表表心意去。赶紧的，好，表表心意。不是，我知道，你等等。去，干什么？这么好机会，去吧，好好表表心意啊！王旭。王总，等一下。大光说，气色挺好啊。有日子没见您了，忙什么去了？我能忙什么呀？那个，王总，我的事儿，您没跟你爸你妈说吧？那您的意思，那我要不要告诉他们呢？不，我不是那意思，王总，
是这样吧，高光叔，我呢知道你心里也有一些怨言，觉得在公司这个位置上施展不开自己的才华。我把您调到国际部去了，您在国际部好好干，但是呢，没有基本工资，也没有奖金，我会跟他们说是你自愿过去的。还有，国际部是这样的，每干成一笔，就会有一笔的提成，这以后能不能赚钱，就得看您自己的本事了。就不会感激个人吗？谢谢王总。怎么了？我爸太笨了。你爸不是一直都很笨吗？可他这次笨的有点不像话。他跟人家鲜花好卖进了一大堆，结果没卖出多少。我妈昨天为了这事和他大吵了一架，都没有让他上车睡。那要不要在网上卖？来不及了，今天再不出手全都蔫了。那怎么办？你想到办法没啊？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人手不够。我帮你。好啊，快写吧。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样，差点哭出来，生怕我告诉别人。你觉得你这么做他会感激你吗？反正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处理。你为什么不能让你身边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你赚钱呢？为什么要让他们感觉你像是在施舍冷饭呢？哎呀，你不懂，这叫手腕。哎，咱不说这个了啊。走啊，买点吃的去。那切尔电影院的东西太贵。来吧，那个，你来。回你来，我们都能多吃几个菜。手艺越来越好了。大光，你这回啊，可真是托了小旭的福。你可得好好干啊，让我哥瞧瞧你的本事。啊！哎，爸，小郭，你们就放心吧啊，我肯定好好干，争口气，给他们看看。爸，来，干了。这个调任职务是正式通知吗？哎呀，是小旭把他叫到办公室，亲口告诉他的，对吧，大光？小旭能有这个权利啊？陈江河和骆玉珠知道吗？你还不相信了？你放心吧，这事儿绝对靠谱。爸，你放心吧，啊，等我挣钱了呢，咱就出来单干。我陈大光出来了，不比任何人差。哎，爸。来，给买上。哎呀，你跟他少闹点的，他喝了不少了。没事儿，他今天难得高兴，让他多喝点儿。你都不知道，这2天把他愁成什么样了。我就讨厌那些卖花的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绑架感情。人家那也是营销手段啊，小孩也挺不容易的。要不你给我买一支吧？哎，买花干嘛呀？那花卉市场比这花还多，种类还多，又便宜，咱不上他那当啊。
还跟人孩子那么说话呀？哥哥，买朵花吧。哎，你不是那个陈露，快跑！怎么了？陈露，快跑！遇到熟人了。不，你跑什么？什么熟人？哎，小鹿，你别哎，干嘛呀？哥，留我！哥，你给我解释，给我跑试试。你别告诉爸妈。你上面写的什么？没有。还和妹妹走散找妹。哥，你有妹妹吗？哥，你听我解释。小子该欠揍了。别，哥，你别告诉爸妈。哥，别推了。你可真行啊，还凑钱找妹，那个就凑钱找爸。哎，你说说你俩这小脑袋瓜想什么呢？钱？你缺钱吗？那蔡小丹缺钱吗？他爸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行了，差不多行了。你说的不累，我听着都累了。就是啊，你听到没？你给我闭嘴！你别什么事儿都替他说话。我告诉你啊，当学生的就得好好在学校给我学习。那你呢？你这大学你还卖夜宵，还租自行车呢？哎，还给我还嘴是不是？怎么样？还晕吗？看什么呢？没什么，我去给你倒杯水吧。哎呀，喝点水就不晕了。杯水。羡慕吧？你说什么呀？后悔了吧？说什么呀？别胡说八道的。我说啊，你要是嫁给陈江河，现在在欧洲的就是你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我就是个废物。别胡说八道，把水喝。干什么呀你？我就是个废物，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现在连那个小崽子都敢欺负我。大光，我不管你怎么样啊，水路也好，公路也罢，必须在明天之前把所有的货给我发到马赛，好吧？这样，你给所有来马德里的客商订回邮机票，就这么定了，一个都别落下。钱当然是我们集团出了，今天晚上必须送他们回去。我所有的红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哎呀，那很惨呐，那说明明天马德里这个展销会很冷清的。用不着等到明天。今天晚上费尔南多的公馆交上会就要惨了。你看，这是他给我发的请帖。据我所知，没有几个人会去的。挺好，就可惜我不认字。罗总，你看，杨雪去吗？肯定他是主角嘛。梁，帮我个忙。什么忙？ Let me tell you some good news. Williams Accessories, many goods and jewelries. For our Madrid conference tomorrow, everybody will be in place. Well, then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 bad news. Several guests we have invited today will not come. The usual goods are already arrived at the European markets. Distributors are still picking their stuff up right now. Why? Well, there's only one possibility. They're obviously not on a honeymoon, but instead, they'll deliver their goods very early on different European markets by order of that gentleman over there. That's impossible.
They already returned the products. 7天前，那艘货船是离开了港口，但是并没有往中国走，而是到达了马赛和鹿特丹。Señor Fernando, los productos de la empresa Yuju han sido recibidos en todos los mercados de distribuidores con mucho éxito. Lamento que si usted no busca una solución, sus productos no se podrán despechar. Young man, I should have seen your intentions earlier. Otra vez más, mis disculpas y gracias por la cuota del mercado. 还有一件，是钱江和罗玉柱夫妇托我送给您的礼物。私底下来阳老问我，为什么是他？你别说，这次还真幸亏有他。他呀，就是个赌徒。你知道赌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说对手越强大，哎，他越亢奋。那这算优点吗？这一仗算的，未来不好讲。我真想看看杨小姐现在的表情。我相信杨小姐一定也特别想看一看你是什么表情。她不会想看的，我保证。得饶人处且饶人。这话你应该跟她讲吧。我这话是替我自己讲的。我们应该想想，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击我们？其实不反击也许是正常的，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有一句话，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让王旭来管理生产。他这么一退一进，他会耽误2次供货。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这场仗一定会打赢，把这个恢复到以前，这很正常的选择嘛。越是大战在即，越要背水一战。你凭什么就讲说我打不赢？你很清楚我为什么说要把产品打到欧洲去，我是为了提升整个玉柱集团的品牌，怎么可以退？好吧，这件事情上陈董高瞻远瞩，我鼠目寸光，我道歉，对不起。但是我可能还做了一件更对不起你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给杨小姐送了一个礼物。蛮好啊。什么礼物？其实我也没时间出去买嘛。就是你拿回来那个小熊。但是我是以我们俩的名义送给他的，我觉得挺周全的呀。说这个事情，你除了能够得到一时的快活之外，对我们造不成任何的利好。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家犯你。哎呀，什么你哎呀？怜香惜玉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是一个说度蜜月的一个新娘子？你现在完全初一十足一个小怨妇。哎，你挺客气的呀，小怨妇，我40多的老怨妇了。我熬到今天容易吗？您给我补一蜜月。这2年，除了工作，你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少。记不记得我们这次走德国的时候，
路过的那家五金厂，大柱，馋死我了。你看他们生产这个产品，从质量到质地到设计，声音大柱。你很清楚，未来无论是五金还是食品，新的欧盟生产的标准都会出台。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更新、升级还有换代的话，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我不清楚，生产线绝对不能再换了。你要是没有别的跟我聊，我睡觉。赶紧处理。哎，小旭，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签个字。这是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厂吗？没错。来。这都是什么呀？你就让我签？再去找。知道了。总经理，厂子的货跟不上，很多五金配件的标准已经乱了，生产出一批废品。还有，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假货，我已经让经济部的人去调查这件事了。我爸让我10天之内把第2批货送到欧洲，这怎么可能呢？这如果你不让那些工厂恢复到原来的标准，就有可能。你干嘛呀？人家都忙着呢，都是冻坏呀你！表现给谁看啊？给那公子哥啊？行，起来，大家都看着呢。哎呀，行了，你别管我了。别倚老卖老啊你！我又没奖金，没工资的。行。哎，大家打起精神来啊！你们谁要是能找到符合生产标准的材料，我给你们发奖金。好。你这样做会乱的，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生产。现有的货不可能达到标准。现在顾得了这么多吗？顾不了这么多了，好不好？哎，我给你们打个赌啊，他俩人啊，肯定是坐经济舱回来的。上次开会你没有参加，公司的制度已经改了，现在呀说要符合商务规则。小旭，该升舱的就得升。哎，爸，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来，爸，给我。哎呀，爸，你们两个不听话呀，违反公司的规定。小声大永远了啊！哥姐，赖尔来电话说2个小时前杨氏集团宣布所有的货品都降价10%出销欧洲，费尔南德已经开始召集分销商了。这么快就开战了？爸，我觉得这样，先回家，把你爸、大光叫着，今天我做饭啊，谁都不许跟我抢，但是谁都不许说不好吃，好吧？走，回家，走。餐前我提3杯酒，啊，第1杯很重要。马德里一战，在我最难的时候，小鹿的妈妈冲过去，劳苦功高，所以此一役小胜，必须庆祝，啊。第2杯非常重要。妍妍，哎呀，这许多年来啊，这个孩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永远记得说给我们2个人，给爷爷发个短信报个平安，永远记得要问候这2个弟弟。这个孩子这个人性啊，让我非常感动。今天他回来了，而且是为我们家人回来的，全家给你接风洗尘。
第3杯酒最重要。叔啊，我们这个家族，在您的带领之下，首先是人丁兴旺啊，这个越来越好。今天因为有了您的存在，所以我们这一家人才能够一个不差的坐到这里吃这顿团圆饭。我提议所有人举杯，共同庆祝这一美好的时刻。哎呀，我看你喝高兴了啊！还有一件事情呢，小旭，代理总经理，很努力，也很用功，公司也算是井井有条。爸爸妈妈谢谢你，对吧，江河？这也算一喜嘛？这也算一喜的事情是这样的，叔。你可马上要升级当外公了，当然这个事情啊不是你做的啊，这个巧姑、大光劳苦功高，但人家是在你的带领之下才完成这个任务的，对吧？来，共同举杯，举杯，来，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啊！好。哎呀，回去看你爸爸了。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爸爸。墓碑一看就是被翻新了。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干爸，已经第3次整修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干妈、干爸，我敬你们，替我爸爸谢谢你们。你这个事情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你爸爸。我就是说他这个，就是爸爸如果是知道他现在出落成这个样子，在地下我跟你讲，能笑出声来的。爸爸知道的。邱云杰，邱云杰真是个大才，义乌的今天，全都被他说中了。我们俩喝一口，敬敬你爸爸。叔啊，你这杯酒我是必须要赞助的啊！来，叔，我那个东西不是让你干的哦。你少喝一点，哎呦，哎，这洋酒。哎，大家谁还要互相敬来敬去的，抓紧时间啊！那个，我们也来干一杯。为什么呢？那个，你们上次去欧洲度蜜月也没带上我。哎，少爷，你从哪里听说过度蜜月会带着孩子去的？哎，你这样，你先不要讲这个，你先跟我讲一讲，说我不在这几天，你给我闯了多少个祸来？我可以知道没有？不信你问他嘛。他们是谁？你为什么不敢让爸爸问妈妈？啊，最调皮捣蛋就是你。我这个天才总是被人误解的。哦哟。最可怕就是你这种天才，而且最可怕就是你这种自诩为自己是天才的天才。为什么？你看啊，说你都自诩为自己是天才了，请问你后面还会努力吗？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以后怎么办呢？这不得了的啊！爸，我们就举个例子，说卖花这件事情哦，挂个狗牌子，说凑钱找爸爸，凑钱找妹妹。好，你凑钱找了啊，人家都帮你凑这个钱了，看似主意是不错的。可是，你卖的不是花，你卖的不是你的实力，你卖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如果别人都知道你的底细了，请问以后还会有人来买你的花吗？我明白了，爸，你的意思是让我在牌子上写着，凡是买我一束花，就能得到我亲自设计的软件，还有我的亲笔签名，是吧？不要念经了，小需要跟你敬酒的，举了好几次杯都打不断你。这个人，爸。我敬你一杯。这次您和妈一起出去，我也是第一次接管公司的生意，发现你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啊，那你先给我讲讲，我们怎么一个实在不容易？就是你们一般抓生产，
还要监督工厂符合我们的生产标准，一边还要拓展外面的市场，关键是还有那么多人需要管理。好像这个东西不算是最不容易吧？容人、容事、眼界、心胸，如果这些东西做到了，恐怕才算是太不容易。记住了没有啊？记住了。爸爸在教你呢。记住了，妈。爸，我记住了。我敬你，辛苦了。我们家要打欧洲市场，你怎么看？好了，不要再讲商场上的事情了，你不烦呐？赵姐，再开瓶酒。哎，好嘞。吃东西，小姑，快。我觉得现在利润空间已经很低了，而且树敌太多，对我们是不利的。爸，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好啊，那你给我讲一讲什么是对的？东南亚还是打国内市场？好像看着是蛮有利润的，可是这个市场马上就要饱和了，你知道吗？那就先赚到饱和再说嘛。凭我们公司的实力，别人是很难与我们竞争的。这就好比开一个金矿，我们还没有开采完就放弃了，拱手让给别人，自己去找更大的金矿。爸，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吧？好啊，那我们就讲金矿。我想请问，如果说你看到自家金矿的金子成色不好了，怎么办？如果说你看见别家金矿的金子成色很好，你怎么办？如果你看见自家的金矿马上就要塌方了，你又该怎么办？近几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吧？这几年你一共上过几个小时的网？不是，我每天要上1到3个小时的网，因为我要看一看这个天下到底每天要发生些什么，而且我要看一看潜在的对手每天在做些什么。你呢？我听说你现在还在满足于每天在想，说我今天赚了同学几块钱，明天我占了别人几分的便宜，就为了这些蝇头小利沾沾自喜。我讲的对不对？爸，我没有，你那1分钱会撑死人，1毛钱饿死人。再说了，我们祖祖辈辈上的鸡毛换汤，难道就是错的吗？不是错的，这个精神不是错的，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已经是过时的了。赵姐，哎，酒都喝得差不多了，给大家盛饭吧。哎，好。雪云啊，你在国外待了好几年，外国人这个经商的理念多少学了一些，但是这个老本真不能忘，因为鸡毛换汤永远不会过时的。爷爷，可是近100年来最成功的商人、最强大的企业，可都是在西方啊。